大家好，我是金彩彩，艾特你的大冤种，一起去看这部2024最新美国恐怖片《新生》。没想到竟然是一部丧尸片啊！话说某天阿迪发现自己皮肤长出了红色的小痘痘，而女友玛丽的腿部也长了同样的痘痘。又过了几天，阿迪身体开始发烧急剧恶化，玛丽一看这不行啊，赶紧打救护电话。他们被救护车送到一个神秘的地方，然后被一群穿防护服的人抓走。然后玛丽被单独关押在一个秘密的牢房。当我看完这个片段，立马感到丧尸病毒的桥段出来了。那么阿迪和玛丽是怎么感染到病毒？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？且听小编娓娓道来。不久，玛丽逃出了那个地方，满脸血污的在道路上快速行走着。她终于回到自己的家，清理了一下面容，戴上了订婚戒指。突然她听见轻微的动静，于是探头一看，两名持枪的特工已经进入房间，他们在追捕玛丽。玛丽只好打开窗户跑了。她在附近的房子里偷了一件外套，沿着公路向加拿大的边境走去。她也不完全是用双腿走路，有时还会偷偷的搭顺风车，然后趁着司机上厕所就去把车内有用的东西都拿走。她打算剩下的路程徒步穿越美加边境。她是个良家妇女，也不知道何时自己竟然成了被追捕的对象，简直就是郁闷至极。与此同时，特工艾琳正在尾随玛丽的踪迹，他必须把玛丽带回去。那些街上的天眼就起到了作用，他们已经查到玛丽最后是在公路旁的厕所前溜下了车，从此再也没有踪迹。隔日，玛丽潜入一户农家，看到一些罐头之类的食物，就想偷偷拿走，没想到被户主老皮特拿枪逮住。玛丽不停地道歉，还主动把罐头放回原位。老皮特默不作声，看着玛丽各种举动，最后他觉得玛丽不是坏人，也许就是流浪到这里的无家可归的人，于是就让玛丽跟他进屋吃早餐。这个就让玛丽万万没想到啊，玛丽那可是真饿了，吃的是狼吞虎咽的。而在一旁的老皮特的妻子珍妮看着有些闹心，老皮特估计他还吃不饱，就把自己的香肠给了玛丽。珍妮就好心的告诉玛丽，可以让她使用家里的热水洗个澡，她已经准备好了干净的毛巾。玛丽早就闻到自己身上散发的气味，于是就去清洗一下。老皮特不想浪费那根香肠，就拿过来吃掉了。珍妮用眼睛瞟了几眼老皮特，说实话她有点嫌弃老皮特这样做。玛丽大致清理一下卫生，就想赶紧去加拿大。她已经觉得只要是待在美国的土地上就不安全。珍妮似乎很善解人意，告诉玛丽老皮特打算开车送玛丽一段路。两人一路无语，到了夜晚，老皮特已经开到了路的尽头，就让玛丽下车自己走吧，而且还为玛丽准备了一个行李背包，里面有毯子和一些罐头食品。玛丽感动的语无伦次，她真的没想到能遇见这么好的一家人。老皮特分享了自己的想法，如果玛丽实在没有地方可去，就转头回到农场，他们可以收留她的。突然老皮特连续的咳嗽，玛丽表示了深深的感谢，然后两人就这样告别了。玛丽继续朝着边境走去，这一路翻山越岭的，够玛丽吃一壶的了。不久她来到了一个路边的酒吧，她实在受不了，她需要找到一个地方休息几天，于是就问老板娘娜娜是否需要请过工。娜娜直接给她否定答复。玛丽就要想一杯威士忌喝，娜娜倒了2杯，玛丽还主动跟娜娜碰了一下杯。娜娜喝完想了几秒钟，还是决定留下玛丽在这里帮几天工。娜娜后来看见玛丽戴着结婚戒指，就问她因为何事出逃的。娜娜见多了那些南来北往的客人，也能估计玛丽是在逃避什么。玛丽只好解释自己是在逃避男友，她不想结婚。然后两人就一边喝着酒，聊起了各自的男人。注意看，他们俩是共用一个杯子。到了晚上，娜娜就让玛丽跟她回家，她可以睡沙发的。玛丽欣然答应了。这个小镇已经离美加边境只有107英里。画面一转，特工艾琳接到线报，穿好防护服来到老皮特的农庄。据说这里出现了生物变异。艾琳在一间仓库里看见珍妮蹲在地上不停的咳嗽，于是慢慢的靠近珍妮。艾琳一边走一边也是心惊胆战。突然珍妮站起来面对艾琳，吓得她倒退了几步。此时的珍妮已经处于疯狂状态，更接近丧尸这个层面。艾琳就赶紧拔出手枪，这时老皮特从后面抱住了艾琳，此处省略50字，较为的火爆。实际上这两人都已经感染了某种病毒，变成了丧尸。另一边，玛丽觉得休息好了，就打算离开这里，于是就向娜娜当面致谢和告别。她到了楼上敲了房门，也没有人搭理，于是就走了。
可是玛丽却是躺在床上，已经无法出声，她也被病毒感染。大家可以发现，凡是跟玛丽有过密切接触的人，是不是都感染了病毒呢？目前看来是这样的情况。与此同时，玛丽在酒吧打工的照片被人发给艾琳，这意味着玛丽的行踪再次被发现。而玛丽在出发之前就到小镇上买了一点日用品。她在一个玻璃橱窗前看见一只可爱的小猫，她就停下来看着这只小动物。艾琳恰好来到了小镇，她在车上看见了玛丽的背影，就把车停了下来，用耳麦通知总部。灵性的小猫提醒了玛丽，玛丽转身快步走开，而艾琳穿戴好口罩和手套，一瘸一拐地追了上去。艾琳患有肌肉萎缩症，但是她坚决不退休，可是终究还是被玛丽跑了，毕竟腿脚不便是大忌。但是艾琳没有放弃，继续寻找着，而玛丽就跑回了娜娜的家躲起来。但是她看见娜娜暴毙在床上，就跑回客厅，赶紧收拾背包，马上就走。可是下一秒楼上传来动静，玛丽觉得好奇，就到了2楼看看。打开房门，娜娜已经变成了丧尸，扑了过来，吓得娜娜跑到了楼下，拿起一根钩矛自刎，此处省略50字，打斗的较为火爆。玛丽已经把艾琳当成了丧尸，不再视她为人类。玛丽搞定完那只丧尸后，发现自己竟然大把的掉头发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这意味着自己也感染上了病毒。这让玛丽想起了半个月前那晚，她正跟男友阿迪在院子里聊天，突然跑进来一只流浪狗。玛丽的爱心大爆发，决定收留这只狗狗，而阿迪就觉得这只狗来历不明，感觉不安全，但是玛丽不听啊。实际上这条狗是一家医药研发公司做实验用的，它的身上携带了埃博拉病毒，玛丽还经常抱着狗狗玩耍。一天，阿迪发现自己皮肤长出了红色的小痘痘，玛丽的腿部也长了同样的痘痘。又过了几天，阿迪身体开始发烧急剧变化，玛丽一看这不行啊，赶紧打救护电话，于是就发生了片头那一幕。接着玛丽被单独关押在一个秘密的牢房，每天有个单独的看护人员给她送饭，但是玛丽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抓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在接下来的几天，每天如此，其实玛丽已经被暗中观察，大家都在等她发病。一天，看护发现牢房里的灯熄灭了，根本看不清玛丽的情况。经过汇报允许之后，看守走入房间里查看，其实这是玛丽搞出来的计策，结果还被玛丽跑出了牢房。但是看守很快追上，并且把玛丽扑倒，两人扭打在一处。看守可能做梦都没想到会被玛丽反杀，然后玛丽跑到了走廊，无意中看见了快要变成丧尸的阿迪，她无法帮到阿迪，警报声响起，玛丽只好表示道歉，然后逃命要紧。这里其实是一家研究机构，防范措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严，玛丽就这样逃了出去。她已经成了埃博拉病毒的携带者，而且还产生了埃博拉病毒的抗体，这个就比较的重要了。最后连特工都出动抓捕玛丽。会议到此结束，隔日艾琳来到美加边界，她想在这里等候玛丽的到来。她穿上了防护服，跟总部的人做了最后的沟通。她开始对边境的几座房子挨个检查，终于在一个小厂房看见基本掉光头发的玛丽背影。艾琳举枪说了几句话。 I have my gun pointed at you and I do not miss, which means you're spreading it, even though you're not sick. 玛丽就转身给艾琳看看，她现在就是那种没有抗体的样子，这可把艾琳搞迷糊了。你说抗体这种东西，咋就说消失就消失呢？但是艾琳还是坚持要把玛丽带回去，玛丽坚决不从。艾琳拿着枪威逼玛丽必须跟她走，玛丽朝着艾琳扑了过来，艾琳只好对着玛丽的肚子上打了一枪，玛丽转身就向边界跑去。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漂亮，可是在这样的景色衬托之下，却在发生一件让人无法目睹的事件。艾琳最后失去了耐心，高声大叫，无论玛丽怎么样，他们都需要她的血。玛丽还是不听，继续往前走着。艾琳最后只好再次开枪，把玛丽打倒在地。这次玛丽再也起不来了。画面一转，艾琳的同事地中海来家里找她，报来很多的资料，他不停地安慰艾琳，因为艾琳的肌肉萎缩症更严重。地中海建议艾琳每天爬楼梯锻炼。突然地中海猛烈地咳嗽起来，他只好用胳膊捂住。艾琳盯着地中海看，觉得十分的不对劲，看样子还要拍摄续集。影片到此结束了，我觉得本片拍摄的一般，看得我从头尬到尾，我给打分3星，满分5星。
本片唯一的亮点就是丧尸的妆容，这个可没有一点的马虎，化妆师非常的专业，跟丧尸大片中的妆容几乎没有什么两样。然而这个故事的设定尬得要死，我知道导演想把那种人有人权，丧尸虽然不是人，但是也想就有一定权力的摄像拍摄出来，怎奈剧情太单薄，无法支撑这个想法，反倒让我觉得本片表达的是那么苍白无力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